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顶流转型豪赌，成毅弃古装跳入地心计划，是破局还是扑街？2026年4月初，一条消息如平地惊雷般引爆了整个娱乐圈。刚刚在1月18日与欢瑞世纪合约到期，宣布单飞成立的成毅，选择了现代科幻悬疑探险剧《地心计划》作为独立门户后的首部作品。这个决定让热搜瞬间沸腾，也让无数人屏住了呼吸。当所有人都在期待这位手握赴山海17.64亿播放量、长安24季12.31亿播放量、天地剑心10亿播放量3部爆款古装剧的古装顶流继续在熟悉的领域深耕时，他却直接从云端仙宫跳进了漆黑未知的地底世界。在娱乐圈，合约到期后的第一部戏被视作风向标，决定了演员独立发展的起点。成毅的这一选择，让支持者看到了他打破固有标签的强烈信号，也让担忧者焦虑科幻剧容易扑街。两种声音在超话里激烈碰撞，而65%的支持率与35%的担忧率，恰恰勾勒出了一个顶流演员转型路上的真实困境。这到底是一次勇气的加冕，还是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翻开成毅的履历，古装剧的印记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演艺生涯。2025年，他更是用3部古装大剧证明了什么叫霸屏赴山海，全网有效播放17.64亿加，集均4410.9万加；天地剑心累计播放10亿加；长安24季仅1个月播放量就达12.31亿，集均4399.7万；央视8套收视破2.2%，优酷热度破万，奈飞全球190区同步上线。这些数据将他牢牢定在古装顶流的位置上，也为他构筑了一道难以逾越的舒适区围墙。然而，演员最怕被定型，古装专业户的标签在带来稳定流量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限制戏路的枷锁。早在2022年，成毅就曾试图通过接拍正剧底线来拓展戏路，但由于该剧的延迟播出，转型之路一度受阻。如今在单飞这个关键节点，他选择地心计划作为开端，无疑是一次重新选择赛道的主动出击。地心计划改编自《鬼吹灯》作者天下霸唱的小说《地底世界》，备案于2024年4月，是一部由优酷出品的28集网络剧，计划于2026年首播，并被列入优酷少年换内容主题单元。从衣袂飘飘的古装剧到充满未知与危险的地底探险、科幻悬疑，这一转型的跨度之大，几乎是一次从零开始的彻底重塑。支持者翻出他的履历，成毅并非完全没有相关经验，他早年曾出演过《盗墓笔记之秦岭神树》，在里面也是一身土一身泥，摸爬滚打，那股子为了角色拼命的狠劲，被认为是他能够挑战新题材的底气之一。这背后隐藏着一个高风险的回报逻辑，如果成功，他将彻底打破古装美男的固有印象，向市场证明自己具备驾驭多元题材的剧抛脸能力。这种突破不仅能拓展他的演技边界，更有机会抢占科幻这一新兴题材的市场先机，提升在行业的话语权和艺术认可度。在这个古装剧同质化严重的时代，创新题材反而可能引发观众更大的兴趣。天下霸唱的 IP 基础也为这部剧提供了一定的品质保障。在成毅的超话里，支持者的声音响亮而坚定，他们渴望看到偶像摆脱古装美男的桎梏，实现演技与形象的全面升级。对许多粉丝而言，单飞后的首部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不仅是一部新剧的开拍，更是一个全新事业阶段的开启。他们期待看到一个更具魄力和前瞻性的开局。
期待程毅能够展现出自主挑选剧本后的独立思考与艺术追求。这批粉丝的心态是破局式的，他们不再满足于偶像在安全区内重复类似的角色，而是希望看到他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挑战自我。在《富山海》中，虽然还是古装剧，但其中融入了穿书和科幻元素，已经取得了不错的反响。这让他们看到了市场对创新题材的接受度，也让他们对地心计划充满了期待。如果连融合了科幻元素的古装剧都能成功，那么纯粹的现代科幻剧是否能让程毅的转型之路走得更远？然而在超话的另一边，担忧的声音同样清晰可辨。35%的粉丝表达了对作品质量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对中国科幻剧制作水准和剧本深度的普遍顾虑。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科幻剧确实容易成为扑街的高发区。一旦作品口碑不佳，就可能消耗掉偶像多年积累的人气与声誉。更为深层的不安来自对转型跨度太大的不适应。程毅的表演体系、气质特征都与古装剧深度绑定，观众习惯了他在琉璃中的司凤莲花楼的李莲花，那种仙气飘飘、情感细腻的表演模式已经深入人心。突然转向硬核的现代探险题材，观众需要时间适应，程毅本人也需要时间调整表演方式。担忧者害怕这种水土不服会让他在失去原有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又未能建立起新的优势。这两种声音的分歧，映射了粉丝群体对偶像发展路径的不同想象。一边是希望看到大胆突破的激进创新派，他们愿意为偶像的转型承担风险；另一边则是更倾向于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稳健进化派。他们希望在转型的同时保留基本盘。这种分歧在程毅单飞首作的选择上集中爆发，恰恰说明了一个顶流演员想要改变既定的发展路径有多么艰难。他不仅需要说服市场，更需要说服自己最忠实的支持者。从行业内部来看，地心计划的选择收获了不少赞赏的目光。程毅拒绝续约时，有消息称欢瑞世纪曾给出极具诚意的条件，包括青云志2、琉璃2等大制作男主配置以及子公司股份，但他以想要自主挑选剧本为由拒绝了。接拍地心计划正是这种自主权的第一次实践。这种跳出舒适圈的勇气，被认为是一个演员保持艺术生命力的重要品质。导演和创作团队欣赏的不仅是程毅已经取得的成就，更是他作为演员的可塑性。在单飞之前，程毅为了履行与欢瑞世纪的合约，接演了多部公司的自制剧，如《富山海》《天地剑心》《长安24季》等，并在剧中承担了带新人的任务。这被看作是合约末期的一种常规操作，而如今他能够全权掌控自己的事业方向。这种转变本身就为项目注入了创新活力。然而，在一片掌声之中，也不乏冷静的声音。业内人士指出，科幻题材对演员的要求与古装剧有着本质区别。地底探险、科幻悬疑这类硬核题材，需要演员具备更强的体能、更丰富的肢体表现力，以及对科技感、未来感的独特理解。绿幕表演、无实物表演、复杂的动作戏，这些都需要一个适应与学习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业内人士强调，转型的成败并不仅仅取决于演员个人的努力。一部科幻剧的成功，需要剧本的扎实度、导演的把控力、特效制作水平等多方面工业实力的支撑。在这个领域，个体的表现往往被放在整个工业体系的背景下来审视。如果地心计划在剧本、制作、特效等环节存在短板，即便程毅个人表现再出色，也难以扭转整部剧的口碑。从行业观察的角度来看，程毅的地心计划选择
是一次个人野心与行业风险的公开博弈。自立门户后，诚毅的项目资源明显升级，除了地心计划，还有先例沧海啸等重磅 IP。更有消息称，他在一些新项目中要求取得艺术总监权限，显示出他对作品的掌控欲。这一系列举动表明，诚毅正在全力掌控自己的事业方向，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需要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负全责。在娱乐圈，许多演员在成名后选择留在舒适区，重复类似角色，以确保商业价值的稳定。而诚毅却在拥有古装顶流光环时，勇敢跳出框架，去挑战硬骨头。这种勇气值得赞赏，但风险也真实存在。当所有数据摆在面前，诚毅在2025年连续3部古装剧全部破10亿播放量，包揽腾讯、优酷、爱奇艺3大平台云包场历史冠军，成为优酷首位手握5部破万剧集演员。再看地心计划的选择，这份勇气就显得更加可贵，也更加冒险。诚毅的转型之路，是顶流演员在事业十字路口面临路径依赖与突破创新普遍困境的一次集中体现。他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放弃了最稳妥的选择，把赌注压在了科幻这片深水区。这背后是一个演员对艺术生命长度的思考，是对商业价值保鲜的探索。但市场与观众又是否准备好接纳这样的多维尝试？65%的支持率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但剩下的35%的担忧也在提醒我们，转型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地心计划如果成功，它将为中国流量演员转型提供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案例；如果失败，它也可能成为后来者望而却步的警示牌。在这个 AI 技术滥用、肖像侵权问题日益严重的时代，诚毅工作室已经展现出强大的行动力。在2026年3月，他们通过官方对接渠道发声，启动法律维权程序，推动豆包、千问等主流 AI 平台限制生成涉及艺人的侵权内容。这种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事业的掌控力正在增强。那么，如果你是诚毅的粉丝，你会支持他这次大胆转型吗？还是更希望他先拍一部古装剧保底？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